俄乌冲突虽然给俄乌两国带来严重的损失，却让美国军工复合体获得巨额利润。冲突自2022年2月升级以来，美国对乌克兰军事支持总额超过560亿美元。在此过程当中，35个美国联邦州共获得了417亿美元的合同。此外，泽连斯基还透露说，乌克兰正在建设地下武器工厂。 当地时间8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辛格罗多夫卡定居点，俄军击毁乌军坦克、装甲车、榴弹炮等装备，并打击无人机车间、弹药库等设施。在库尔斯克方向，俄军挫败了乌军突击队对多个定居点方向发起的5次进攻。俄罗斯国防部还通报称，在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库尔斯克方向损失了510名军人和19辆装甲车。在该方向的整个战斗中，乌军已损失超过1.12万人。此外，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州长格拉德科夫8号发布消息称，乌克兰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该州沃洛科诺夫卡区的一个燃料储存库，爆炸导致数个油罐起火。有关人员伤亡和设施损坏的具体信息尚在核实中。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当天前线地区发生95次战斗，战事最激烈的是在库拉霍沃和波克罗夫斯克方向。波克罗夫斯克方向局势依然紧张，乌克兰武装部队指挥部正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遏制俄军进攻，来稳定局势。近期，在乌军进入俄境内开展行动的背景下，乌方呼吁西方国家放松对乌军使用其所提供武器的限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多次表示，乌克兰需要被允许使用远程武器打击俄境内目标。We need to have this long-range capability not only on the occupied territory of Ukraine, but also on the Russian territory. 此外，泽连斯基近日在意大利参加一场经济论坛期间透露，一些盟友承诺的武器装备尚未交付，并再次请求帮助乌克兰加强防空能力。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正建设地下武器工厂，并将开始在地下设施内生产武器，以使乌军能够在其西方伙伴延迟攻武的情况下有武器自卫。据悉，乌克兰已开发出新的无人机和导弹。俄乌冲突虽然给俄乌两国带来了严重的人员和经济损失，却让美国军工复合体获得巨额利润。据美国媒体统计，自乌克兰危机2022年2月升级以来，美国对乌军事支持总额超过560亿美元，援乌武器的先进程度、破坏力逐渐提升。而美国国防部9月6号最新发布的一份文件显示，在此过程中，35个美国联邦州共获得了417亿美元的合同。此外，美国的军工巨头雷神公司、通用动力等公司和美国国防部签署了数十亿美元的生产武器的合同。美国政府从去年开始就不断强调，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主要是在美国生产和制造的，也是和美国的军火商签订的合同，其收益和工作岗位都留在了美国。美国政府希望以此来获得美国民众的支持。伊朗驻俄罗斯大使贾拉利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则批评西方国家，正是西方国家的集体干预加剧了俄乌局势升级，并使局势日趋复杂。他表示，西方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们没有促成停火的意愿。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西方大力军援乌克兰，在多种场合渲染和威胁。近期，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与英国情报部门负责人摩尔罕见出席一场活动。伯恩斯说，俄罗斯2022年秋天在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核武器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的。尽管他说西方不应被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威胁吓到，伯恩斯说，2022年秋天有一个时刻，我认为确实存在可能使用战术核武器的风险。据伯恩斯回忆，在美国总统拜登的命令下，他2022年底曾会见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谢尔盖·纳雷什金，重申核升级的后果。西方媒体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的2年多时间里，俄方经常表示，他将考虑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自乌克兰8月初进攻俄罗斯库尔斯克州以来，这些暗示的音量变得更大。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官方的核学说本质上是防御性的，是建立在威慑原则之上的。但在乌克兰进攻库尔斯克之后，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表示，克里姆林宫正在研究修改其核准则。此外，伯恩斯将乌克兰攻入俄库尔斯克州称为一项重大的战术成就。The Kursk offensive is a significant tactical achievement. It's not only been a boost in Ukrainian morale, it has exposed some of the vulnerabilities of Putin's Russia and of his military.
而英国情报部门负责人摩尔则表示，乌军这是大胆之举。The Ukrainians, by going in and taking Kursk, have really brought the war home to ordinary Russians.